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吴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台北市长选战，那越打越热乎。那接下来呢？那当然你看到，包括秦慧珠秦姐就讲说，那当然100万，如果要是沈伯洋真的能当选的话，那也引起了一番的讨论。胜或过程当中，各自候选人之间的特质，然后全部都被大家拿来的好。那这一段呢，对台北市长选举算一算，大概是剩下5个多月，不到6个月，那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就是台北这一仗对各阵营来讲太重要，它会连带外溢到其他地方吗？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晚上启程访美。那访美会访问的阶层会到哪一些的阶层？在这过程当中是要传达和平的讯息给美国。好，那美国要接收的是什么样一些的讯息呢？那包括古瑞妍讲说要去释疑，又是释疑什么呢？好，这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然，所有观众朋友，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在于对马英九基金会马办的一个家变，因为在上礼拜五。马英九基金会已经告了，当然告了以后呢，包括你看到3人小组李德伟出来讲说，不是你们大家告就告了，也不问一下董事会吗？董事会有经过董事会的决议吗？你们就用个人的名义就这样去告了吗？然后还打着基金会的名义，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到了诉讼，在节目里面都说过，那是非告诉乃论罪。那接下来他们还是要尊重司法的调查。那媒体上也有透露说，那过程当中，我在节目跟观众朋友分享过，告诉你说，那马英九前总统。那可能会用证人的身份，那到时候要去厘清，包括大家好了3头6面，直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好，从钱的问题一直到其他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来任俊，对，事情一旦进入司法对簿公堂，国民党你看到媒体上讲说，国民党很多的从政的，包括尤其今天要选的，等一下林涛就知道是不是都会非常焦虑这件事，因为对蓝营的选民，搞不好他 Kimoji。不开心，我不投了，可以吧？会不会出现这些事？可是这件事一旦进入司法，不是任何人跟你说，哎，拍谁到这就好，没有啊，没得限啊，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第一个，因为这件事情它涉及到几个不同的层面啊。第一个是身体健康状况啊。那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包含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可能有些人或多或少可能听过，可能接触过，或什么的，有类似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老讲，像我自己的长辈有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长辈其实家里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阿姨都破病啊”，我们会用这个方式来自我去疗愈自己啦。我只能自我，因为他自己生病了，他其实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嘛，他没有病史感。可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另外扯到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的这个症状会不会跟后来所谓的司法案件会成为正相关？也就是现在看起来，萧旭成这一方面，他们其实不断的表达，就是说，其实东西不是像你们讲的那个马英九都不知道，他都知情，只是他忘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法院里面去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你就举证嘛。你如何举证？就是说你真的有告诉他嘛，要不然就其他董事会大家出来，包含我们现在好奇这个小金库嘛。对不对？那只是小金库现在如果看起来按照财产法人法这边对面有一位专家也都知道是不能够有小金库的存在。就算你大家都知道有小金库，那就大家一起搞进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进入到司法之后，大家整个在等待就是很简单嘛，要么就起诉书嘛，里面一定会写嘛，写一些这种话。难免啊，会把一些事情写出来啊，特别是如果您刚特别提到证人嘛，这个本国的法律也蛮特别的被告要保护，名字要隐其他的证人名字就放在上面，也不怕别人看，反正你敢作证，你就要进来，你就为你的言论做负责所以我认为很多东西都会被撕开。可是这个案子，因为你有没有看媒体那天报道？光分案的时候，那天分案的时候也讲说，那不告诉大家股别嘛，不要让检察官有太大的压力或者什么。所以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检察官办案不限于一定要在地检署，我不知道过程当中会不会为了保护各方你知道他只要一发传票，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哪一天，所以媒体朋友都会非常尽责的在那里等嘛。是，所以我不知道过程当中会不会用，要不就是用就训的方式，要不就是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传讯各方大家来，只是要厘清事实，因为那个方式有很多。是，可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那最后
一定有结果嘛？起诉不起诉，或者说有这些，一定是大家还是讨论的一个重点的。就讯或异地之前马英九的其他案子曾经有发生过嘛？大家都在等嘛。那时候就想说到特侦组去，结果也没有啊。那时候一度传说是不是到那个旧国防部的那个博爱营区里面去了嘛？好像有很多种方法，但问题是马英九的健康状况，我认为他就是会真实的会被揭露。如果按照萧旭成所说的是，他跟马英九这1年的关系其实很紧张。是因为马英九觉得他看了报道，看了什么之后，他认为赖清德在台独路线上面的调整，马英九觉得应该给予肯定了。结果萧旭成认为，这不行，这开什么玩笑，知识体大，你这一说出去之后会怎么样？那我就问，请问这个判断是医嘱的判断，马英九的判断，还是萧旭成个人认为不适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了。好，包含到底你是不是为了保护马英九，所以公开活动都不让他参加呢？都不让他出席？现在没有啊，有媒体就整理出来了嘛从去年的10月28号马英九跟这个萧旭成说因为周美青有转达龙总医生建议马英九不宜再出现任何公开活动我认为这个时间点的前面的那一个为什么会有一个医疗建议？因为也是后来这个马家人说有去申请要去做这个辅助宣告，里面很重要是他必须要经过一些的评量嘛。那看起来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评量，所以呢萧旭成就说呢，他是因为周美青转达了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呢有一些的这个部分呢，他会站在替马英九着想的部分开始做一些的调整。好，可是我们就回来看哪些活动他有出席，哪些活动他没出席。11月1号的时候，马英九有出席国民党全代会啊。那个全代会就大家就看到了嘛就说觉得怎么样？这萧旭成的说法是说因为之前有答应了，所以呢会去答应郑丽文主席就职所以依约前往。也就那一天大家看到马英九非常激动嘛非常很多人觉得说激动的点在哪里不太清楚。但这成为了后面萧旭成认为我很多东西应该要更保护马英九的一个说辞11月7号的时候，马习会10周年，就是这一次被炸锅的说马英九根本不知道。然后呢，但问题是幕僚跟内部的讯息，哇，那真的是保密到一个程度只有那一个小组的人知道马英九不会出席，那小组里面几个也没人知道就只知道说，马英九其实真的不会出现，但是我们对外所有联系都装成他会来，所有的行程问马英九时间什么，我们都如实告知，结果这个所谓的如实都是假的。后面再来看，你如果说11月7号他的状况是这样，你们保护不让他出席，可是11月18号的时候，马英九也有出席公开活动那个乌钢红叶的那个廖董的追思会嘛，马英九也有出席而且他也有跟其他人有互动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那结果马英九基金会的尾牙他没出席，2月10号结果呢，这个马英九说我根本不知道有尾牙，然后呢对这个尾牙完全不知情，而且这个尾牙的过程是不是也包含到了发现金，告诉大家这个都不用报税所以整个基金会有没有涉及全部集体逃漏税，这个司法也要再调查了嘛。然后2月14号，马英九接受中评社的专访，还谈到了希望郑丽文坚持两岸和解的路线。当时呢，马英九也没有被认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2月17号再度接受中评社的专访，所以他接受了2次的专访嘛。然后呢，2月26号的时候出席了那个陈飞龙董事长的那个告别式，他也亲自出席，而且公开社交。几个有出席跟没有出席的场合，跟没有出现的场合，你会发现到似乎是有被做选择的。好，我认为如果从这个时间序上面来看，会让大家觉得是有做选择。OK， 那这整件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来慧珍就是钱嘛，对不对？好，钱的部分就那张照片，对，那张照片，然后萧旭成这几天他有讲，他就讲说，他说钱他当天晚上。那就交给王光慈了。对，然后他也讲说，马英九有指示他，不用经手财务。对。那我不知道他那算不算经手财务？拿那个钱，他说他物理性经手。对，他是物理性。对。那个算不算经手财务？就跟人家谈说要不要进那个基金会的账，或要什么什么这些，是他去谈的吗？还是王光慈去谈的？那谈这个算不算经手财务？我不知道，这个要问
财务专家，可是这整件事情，它显然是这重中之重的一块，因为从这个钱再查。再往下查，你不知道会查出什么样一些的状况。是，然后当然你看镜头上，大家一直好奇那张照片，为什么会留一个照片？对，萧旭晨真面对媒体的时候有说，他说好像是对方还是对方的同行友人，对，说要拍的，我不想入账，我不想列名，我什么都不想，但是旁边有人说来，咱们来拍张照。就算拍张照，就我跟林涛或跟阿川，然后大家啊，对不对？大家来，你有懂内，大家拍张照，那就2个人拍就算了，一定要把钱摆在中间。应该是说这样拍吧，应该这样讲。我如果啦哈，一般来讲是会有一个袋子，对。一定要把钱摆在中间，应该是说这样拍吧，应该这样讲。我如果啦哈，一般来讲是会有一个袋子，对。你看不看丑陋嘛？我这样问会不会害你有？就是说你们选举的负责这个钱的经手的，不管是人家要不要露名字啦，够人安尼很金安尼记安尼好你耶。那钱给当然有可能，但是那个钱的过程之后就是要通个电话。就是捐钱的人跟那个最后的当事人，就那个候选人确认一下，他就电话打通啊，讲一下。候选人就说谢谢，然后谢谢什么董，谢谢，这样就好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嘛。对啊，就有很多不想列名的，就是这样。或者是下礼拜见面的时候说啊，当给得下你，这样彼此说谢瓜代替，谢瓜代替，就这样啊。那不会拍照啊？对，而且我觉得人家拍照为什么会在王光池的电脑？对，那个拍完以后是谁的手机拍的？他说是同行有人说要拍，怎么会传到王光池的电脑？物理性的移转，不是要有人传呢？当然没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哦。第一个就是说，光是钱这件事情哦，萧旭晨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一开始是说从来都没有钱，他没有经手钱，对不对？然后接着呢，发现有这个钱，他说我是物理性怎么接触，但是我没有实质管。然后呢，又说而且呢是对方不愿意入账。好，但是其实现在也被打脸了，因为根据财团法人报，我就心想说，我看了这么多财团法人报告，从来没有写过，除了台塑四宝他们有写说，当年捐多股票，是捐股票成立的嘛，不然的话，大部分不会去写到那么细。比如说，他就写一个3000万啊，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是一个3000万，他就一个总数，不会去列到说这个3000万是谁捐，不会这样子。所以呢，他这个说法也被打脸。然后呢，接下来然后又说什么人家不愿意那个露名字，是因为怕赖清德会查。那不是啊，那时候根本还没选上啊，就那时候还在选举啊，这不就？所以你看他3个说法都不一样。然后呢，现在人家又会觉得，就是说，来了，那为什么这个照片会是在王光慈的电脑里面？那是不是我认为一点，这个《甄嬛传》看多了，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他自保的方式？就2个，你给我，我给你，宫美存掐，照片说明一切。第一个，萧旭晨有没有拿钱？有。然后第二个，这个钱进来了，那我觉得这也是那个王光慈自保的方式，代表拿钱进来的是萧旭晨。但萧旭晨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点在？我是经手，物理性经手，但我没有管理。他说他当天晚上给王光慈，但是对，是不是又变成推给王光慈？但我最大的一个疑问点就算是捐给个人好了，那照理说你王光慈应该要存进去马英九自己的私人账户。这个金老师说马英九的私人的硬件存折账户也全部都是由王光慈在保管的。那这样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存到他的户头里面就好啦。那你这个你为什么会变成是你还交给小蔡，还是交给随扈？这种是在处理脏钱才会，我不想我的，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不想我王光慈自己的账户有进出，我又担心放在办公室里面钱会不见，到时候麻烦，所以找另外一个人说，那你帮我先保管一下。但是光这样的处理方式，全部就是代表这个钱有问题。现在其实我个人更好奇的，马英九事实上他每年都有这个礼遇嘛，什么800万、700万、600万、500万、500万、就是因为礼遇快到500万。期了。那我就问，礼遇照理说应该是放马英九的户头里面嘛？
那如果过去这么多年来，马英九这么多年，事实上也好几千万，那到底马英九的钱用在哪里？谁有在管马英九用的钱？是不是又是王光慈？然后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基金会的董事长他要开除任何一个执行长，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基金会的什么开董事会同意，不需要的。他就是可以因为他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所以是不需要的。可是你现在发现哦，里面的这一些董事啊，什么尹启明呐，薛湘川呐，李德维啦，夏珍这些人，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个基金会的名字叫做马英九，你起码连人家基金会你哪边，我上个礼拜讲嘛，我讲了之后，有人跟我讲，你讲的真好啊，可以叫花表公啊。人家的名字的基金会，结果你要怎样？你等起你退休，然后你还要继续让人家名字基金会，然后继续营运。你看假狼搞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竟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哦，我就真的要拜托检调去查清楚，钱到底是谁用的？基金会里面有多少人？是不是也知道有这些钱在私底下 under table 在运转？还有蚂蚁男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非常讶异啊！你要知道，他是要保护弟弟啊。今天如果马英九被宣告这个辅助宣告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当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了，等于是基金会就真的就是整个营运权、管理权就实质交给别人了。第二个，你要保护弟弟，那为什么王光慈的妈妈王妈妈？他写的信里面说怎么你生病我多照顾你，然后连我半夜陪你到医院做检查，然后知道怎么之后嚎啕大哭，然后打电话给人在美国的家人们，他这样子的写法变成是陪马英九在医院检查的是王光慈啊，马大姐呢？马英九的其他家人呢？他这样讲有一点点好像是拢改在照顾马英九的责任办后一所以马妈妈的文章里面，王妈妈王妈妈的文章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涵那就很严重喽。那我就想问，那请问一下马大姐，如果你诚如王妈妈所讲的，从头到尾人都跌在逼狗，也搞不清楚状况，连你最亲爱的弟弟在医院里面半夜做检查，你都是透过越洋电话才知道，那你现在保护什么你弟弟啊？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其实你们如果相信这个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只有一个。你们相不相信马英九是会收钱的人吗？如果你认为马总统一辈子他的清廉是他从政最大的一个资产的话，那不是就应该要按照他的意思去查清楚？假设真的是有一些 misunderstanding， 或者是说失智的一个情况而误解掉的话，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吗？不过现在看起来，阿川，因为马英九前总统，毕竟你说2次马习会，而且过程当中，他确实是在两岸之间讲说两岸是不是能够对话啦，或者什么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那现在发生了这样子马英九基金会里面这样的一些事，北京那个地方一定不会完全忽视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也有人讲说，这整件事情会不会是国民党里面跟北京之间对话的对话权，看是到底是谁的一个正宗对话权之争？或是你可以看到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很清楚，有人媒体解读是就力挺萧旭晨。你可以看到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很清楚，有人媒体解读是就力挺萧旭晨，因为包括他的职务，就算刘改说要不要先请假，没有，就他的职务啊，他的什么全部都不变。OK， 这些都是一样。那这所有的一切的发展，甚或媒体上有报道说，北京也在评估所有一切的状况，未来两岸之间要怎么样对话？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2028？那国民党甚或是有可能执政，像这些都在他们的考量当中了吗？在对中国来说，从最早连战，连战对代表在两岸之间的一个代表性这大家都没有意见。那第二阶段当然就换成是马英九，那马英九来回，或者是说他带着什么大酒学堂去，他也觉得这件事情他
有他的责任感，有他的历史的这个定位。那骂醒谁身体开始不好了之后啊，才会弄出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公开摊白，我们一个卸任总统，完公被各位啊，就他成立的基金会被人家这样讲了1个多月，不止1个月了，3月那时候好像是3月，一直到现在5月底6月。对啊，就是讲，然后讲还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内部在讲。的金溥聪啊、萧旭岑啊，规定都要攻来攻去，然后好像彼此都没有加奈彼此都没有电话，也没办法一起坐下来，也没办法坐下来，就是大家在讲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国民党的大哥做出来说，全部给我闭嘴，吵什么吵？也没这个人，真的找不到了。以前逻辑上应该是马英九，不然那个什么。蓝白合的时候，不是我是认证人，言者不发言，就是叫他来当见证人的嘛。那他的角色开始改变之后，大家在讨论说，那现在谁能够在这两岸之间做穿梭？其实萧旭岑是蛮关键，因为萧旭岑在上个礼拜他都还在浙江如果中国觉得说萧旭岑已经没办法被信任了，就说因为跟马英九的这个案子不被信任，那个什么浙江州那件事情就叫。萧旭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还让你上去讲那么多话。”那萧旭岑来，萧旭岑这个阶段当然就是代表这一个郑丽文。那你说他跟马英九的是完全没有影响，他能代表郑丽文的这一个地位了的地位。那第二个就是说，那郑丽文能不能在两岸之间做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今天这个《华盛顿日报》就直接挑明了嘛，就是说郑丽文确实是北京要培养的2028的总统候选人。那这个事情呢，他们也不断在测试看郑丽文讲这个话，就说郑丽文的角色够不够力。郑丽文在今天晚上要出发前往美国嘛，今天国民党下晡开一个记者会，就下了一个去到美国，我觉得他先定掉这件事情他去美国会一直围绕这件事情。他说以后不要再讲第一岛链了，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一岛链。那我们一直长久以来讲的，就是韩国、日本、台湾，他说他要开始倡议，没有第一岛链，只有和平光荣之链。就是这一条第一岛链对，咱讲对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这样嘛那想我不知道国民党在郑丽文出门前为什么要讲，他要倡议。不要再讲第一岛链这个事情。那同时这个美国战争部的部长，这个也是《华盛顿日报》，他现在这个战争部的部长现在人在国外，应该是在新加坡他讲说什么？他说呢，美国必须有这一个这个更多的这个盟友要怎么样呢？要能够去制衡，或者是平衡，或者是抗衡中国。那要能够制衡、抗衡中国的东边，中国东边不是刚讲的第一岛链？那战争部的部长说，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就是这几天的事。然后呢，讲的这个盟友就是第一岛链。然后郑丽文出门前告诉大家说，他要去倡议，不要再讲第一岛链。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加恐怖。第二个这个美国其实美国嘛在单郑丽文你说这次会不会有美国的官员跟郑丽文会谈？一定会。因为他们要问清楚，问清楚郑丽文，就是国民党对这些军购、军售，就对这些国防采购，或者是他们叫做他们要卖武器给台湾的这件事情，此时此刻郑丽文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美国一定要问所以你即使到了智库里头的研究人员也很多，那一次来开会可能有5、6个、7、8个。他也有可能会有人直接就挑明郑丽文说，这一条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现在到底还支不支持台美之间的这件事情？那郑丽文呢？因为他现在又被解读成说他去是代表，带话。这个写得很坦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就说台湾的反对党的主席要去美国做什么？他在帮北京。直接带话，直接传话，直接拿讯息，直接拿北京的讯息来美国。这两个摊背个代言人，或者是转译者、翻译者，把北京的态度透过他来跟美国讲清楚。
那所以郑丽文这一次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吗？对，同一个。但他好几篇文章，就刚好同时在讲这件事情。他看好郑丽文2028啦，所有这一系列的。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次去一定规格会很高啦。哦。会超越卢秀燕，这规格一定很高，见的人层级也一定很高。不要再说他是去旅行团，不可能。美国在大理啦。哦，这鼓励人的适宜的意思。对，就是你要来适宜，就是所以成绩不能太低。你是这样解读？对，就是美国在等你，来，你来，你既然要来，我们就好好面对面讲清楚哦。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是美国也不希望跟郑丽文会谈的行程被公开，所以国民党现在公开讲的行程其实蛮少的，所以才会被解读说伊是不去佚佗，不可能啦。郑丽文伊没想要去佚佗啦，他想要去那里表达他的态度。对美国来说，对美国的参众议院来说，或者对美国的政府、国务院来说，他们也想要问清楚郑丽文现在在台美中之间他的态度是什么。OK。来，林涛两个面向，第一个，马英九基金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让蓝营的支持者很忧虑，甚或会有点刺心？第二个是刚才提到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一次，阿川刚特别用了《华尔街日报》这个，包括讲说是不是要去帮北京传递什么样讯息啊，所有这些。然后刚特别讲到，如果不主张第一岛链，主张的是和平光荣之恋，那老美会不会说，那请问和平光荣之恋需不需要武装？需不需要军购？需不需要军备？那这些会不会矛盾或冲突？这些对国民党来讲，都会再影响到包括2026甚或2028吗？两件事情哈，先讲《华尔街日报》，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看起来它的引述消息来源是北京人士透露，而这个北京人士他一厢情愿觉得就是说2028呢，这个习近平有他的投资计划，然后希望把这个政治框架架在郑丽文身上。我觉得这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在这个动能上是单方面的论述，因为看不到在这边你们看不到国民党的高层对于这样的论述的一个加诸任何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只是某些北京人士他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我觉得这要厘清清楚。第二个，郑丽文主席他讲到第一岛链不用这么重视，应该要这个以和平繁荣之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他这个雷根主义，他上任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提第一岛链了，只有在今年初的白宫的这个国防安全报告里面又重新提到第一岛链，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了解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有时候是突破于第一岛链。只有在今年初的白宫的这个国防安全报告里面又重新提到第一岛链，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了解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有时候是突破于第一岛链，穿越到这个台湾的东部的战区，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主席其实是很精准的掌握到整体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对他来讲，他认为呢，第一岛链是一种防堵，是一种对抗。他希望今天到美国的是说，那如果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让区域的这个我们讲到对话的可能性是有的话，能不能把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恋？第一岛链如果变成和平繁荣之恋，那我刚讲跟军备啦、我们自我武装啦，所有这些会不会冲突？或者这句话会不会代表说我们要放弃？那包括自我防卫的这些。对，武哥，如果这件事情是在川习会前，蓝白还没通过7800亿美元，当然是可以这样论述。可是因为蓝白已经对台湾的民众表示，我们要7800亿加这个未来的这个600到800亿，甚至有附带决议，我们是全力支持台湾的国防。所以现在看起来，在美国这140亿美金是变人家不卖，因为我们是很乐意买，而且这已经通过的。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主席在访美前，而且在军购已经蓝白让这个甚至连预算88亿都通过的状况下，到美国他讲这句话，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那第二个部分哦，就是大家在讲说啊，今天他去美国是传达谁的意思啊？传达什么意思？我觉得啦，其实一川委员很了解啦。你现在去美国要见
重要、核心、敏感的人是怎么敲锣打鼓？蓝绿白去都不会先敲锣打鼓，因为那很敏感的。你到国务院见到谁，然后他愿不愿意让你贴这张照片，然后到白宫见到谁愿不愿意贴到照片，我觉得都还是拭目以待。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晓得他实际会见到的层级。对啊，层级会很高了。阿川跟你的看法一样，所以他讲说一定会看到一些人，不会是层级会很高，因为要直接当面问他了。哦，你是直问的意思？没有，不能只透过智库的研究人员了。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华尔街日报》的标题也不是说今天郑丽文要带这个北京的讯息，郑丽文一定带国民党自己的立场，要跟大家讲说，你们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你看，民进党现在台独的立场也收啦，台湾的民意真正要走什么方向？我觉得他会把这讲得很清楚。第二个要回到这个五个关心马总统的身上了哈，我真的觉得哈，因为在军院那个5个人坐的那个场合当中，马总统坐中间。代表说，其实，在总统决定蓝白总统在野最大的人是谁？就是马总统了。和事佬重量级中立的角色。那今天和事佬需要有和事佬，那谁是和事佬的和事佬？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蓝营来讲是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先讲第二个呢，我觉得会拍这张照片是蛮奇怪的，因为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而且是对方要求或对方的友人，对，就是。拍那张照片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就算是合法的真金现金，那你拍那张照片很奇怪，因为合法就捐献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留有悬念。你可以想想看，就像林涛讲的，就算说是捐好是合法的，要捐在基金会里面，但是拿一堆钱，大家这样拍还是怪嘛？就算你要进基金会，柯文哲也是边骑脚踏车，人家也没拍照啊。因为他忙着骑脚踏车，那可能现场没有其他的助理在。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做一个前提，我们来看这一次对于蓝营年底的冲击我觉得其实5哥很了解这司法的过程如果你今天是刑事自诉或民事自诉，就是法官当裁判，大家来把证据来讨论。我觉得对于我是蓝营的支持者来讲，还可以接受，就法官来做见证，大家把资料来做讨论。可是你今天是刑事告诉今天就不是法官来看你两边的证据，是检察官自己有新证，开始查办所有的资料，而且以台湾过去的检调，因为检调是司法事务官嘛，他不是法官，他司法事务官代表他上面有一条边的指挥嘛。在过程中这几年来，很多在侦办过程资讯有没有流出去？是有的所以这个过程中你要查多久，就代表资料有可能会流出去多长的时间，会不会影响到2026选战？所有人都在担心应该不会担心会有角度上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马英九基金会没有事的。这个钱都是干净的，没有，不管有没有萧旭成、王光慈也都没有违法，都没有啦。所以没紧张。我跟你讲民进党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的逻辑是你会紧张，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过程中需要担心流出。可是不是，过去其实司法判决到最后会有判决的结果，也有会起诉的结果。可是过程中很多资料，他单方面用自己的角度来转译，其实对蓝营就是伤害了。我觉得必要持平讲这件事情。不会啦，这个绝对没代志。不啦，给嘿剪掉哈，不要来给你修理哈。不会啦，马英九这么清廉不会啦。马英九的清廉是大家相信的，而且是一定会被司法。萧旭成也不会啦，王光慈也不会，嘉义人弄做清廉，对，跟在马英九身边久了，怎么可能 A 钱？不可能。我跟你讲清廉清白是100%的，可是，在问话的过程中，他就会拿你比如说，那个照片是怎么样啊？你家买什么啊？然后甚至之前在讨论说，你去买发夹，去买这个眼睫毛，就你会有很多。检察官想要来引导风向来伤害你的内容，这其实是蓝营年底上在选举上的一个可能性。那再来，我必须讲因为马总统已经宣告辅助的宣告，他们申请了，申请这个宣告。我如果觉得说，在以马总统的青年没问题的状况之下，他的辅助宣告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就是他健康状态的问题，他不会被司法在过程中有那种凌迟的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所有蓝营支持在想一件事情。新北市文化局不能查吗？查账吗？新北市文化局不是讲说要查财务？马英九基金会的3人小组也可以进一步的再做调查，如果不满意的话嘛，那为什么这再怎么夸张也会走到刑事的自诉嘛？怎么会走到刑事的告诉嘞？就你怎么把发球权、
把这种可以黑你的可能性都已经放出来。我说蓝营智者打个问号。而且告的人是马英九呢。对啊，因为这个是委托，好委托。那到最后会不会是真的是委托是谁告？我觉得这是打一个问号。你讲白一点，你会担心绿营或是有检察系统的人会揣摩上意或者什么，在这中间利用这个机会去放一些对蓝营不利的消息？一定的，一定的。所以我最后讲一个，我最后讲一个选举哈。所以对于蓝营的选民，现在看到这些争执会真的觉得说啊，你在吵什么？在吵什么？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很失望嘛，那个感受是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啦，这整件事情当然司法留待司法的过程中，去还给马英九总统的清白。可最后有一个人关键了，谁？这个人关键在蓝营所有的支持者心目中，或者是说中间选民的心目中，他说话是 credibility 是很高的。周美青，周美青，美青姐她第一时间已经做一个辅助宣告的做法，她有发生。我认为在这个事态在失控，或是说更复杂化的时候，美青姐会扮演一个非常重大的角色，她会出来告诉大家，包括马总统的清白、马总统的健康，还有他其实我们讲前元首的一个过去在台湾面对这些所有的建设的一个付出。那重点是这个周美青姐，我认为她在最后关键的时候，她要出来告诉大家。这个局面要怎么走 ？OK 来阿川先回应刚刚那一段，绿营会这样操作？不是，所以最后就是周美青出来说打拢点，这样就好了。所以最后就是周美青出来说打拢点，这样就好了。合理吧？他出来讲打拢点合理。第二个，我个人是认为这个马英九、萧旭成、王光慈他们都不会 A 钱我个人认为他们都不会 A 钱。国民党应该也没有人认为这3个人有任何一个人会 A 钱。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们会 A 钱。我民进党也认为他们不会 A 钱。这个国民党嘛，没人敢跳出来讲，因3个总就有一个吃钱啊。不可能。所以既然大家拢认为不可能。检察官入去查嘛是无代志啦，对，所以唔免紧张，这袂影响到2026。这个周美青出来讲无代志，都没事，通通不要吵，通通闭嘴，误会一场，误会一场，那就跳到另一题啦。这真的，我认为因拢3个拢袂食钱，国民党即马嘛无认为因3个其中一个有食钱嘛，因为钱交因3个有关的尔。马英九、萧旭成、王光慈不然林涛你讲谁会 A 钱？不会嘛？确实现在在讨论的是会计到入账的问题，是个人的这个税捐额，还是基金会的这个基金会条例？对啊，所以你也觉得他们，所以还有很多需要。我觉得不是说谁觉得没问题，谁都没问题，那要法律干嘛？那不是这样讲的嘛？这样子。对啊，你这反串，你反串要说啊。伊的是反串呐哈，今摆在这民进党底下在隔岸观火，伊的是感觉讲这个差了中二。我讲伊假钱，你也无怀疑；讲伊无假钱，你也无怀疑。你来讲伊继续唱哈，司法无这问题。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检调确实有可能会把很多故事放出来。不过这是，将军你也出身蓝营，你现在还是有很多蓝营的朋友，很多非常多。那些基层的心声怎么样看这件事？这是一个。第二个，林涛刚才讲到，包括郑丽文、黄伟美，包括对第一岛链，大家不用讲第一岛链，讲和平繁荣之恋，讲所有这些，你刚刚眉头皱成一团，为什么？因为我在马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海这么漂亮，蓝色眼泪这么漂亮，为什么马祖的观光不好发展？因为对面有中共啊。如果对面不是中共多好，真的如果马祖的对面不是中共，任何一个国家多好。马祖马上没有威胁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么辛苦搞一个第一岛链，不是为了我们要对抗，是因为中共今天瓦解，明天第一岛链就解散。真的不过还有一个俄罗斯啦。在北半还有一个俄罗斯，如果没有威胁，门不闭户，礼运大同，谁装铁门啊？对不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叫强盗，没有人叫小偷，第一个垮台的是保全跟装铁门的啦。就是因为有中共，所以才要第一岛链嘛。
所以我讲第一岛链的形成不是因为谁好战谁不爱和平，是因为中共。那么我再次强调一件事，国共如果可以谈，我在讲国共如果可以谈，国民党不会2次的清党。2次的清党都是想要谈、想要合作，最后都吃了亏了。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里面是多么强势啊！他共产党清得干净吗？如果清得干净，到台湾来不会实施戒严了，就是清不干净。当时蒋介石要退到台湾来，那不是他第一选择。后来有某个幕僚给他一个建议，说退到台湾来有一个事情，你绝对可以在别的地方做不到，就是共产党比较少。所以国民党一辈子在清理共产党，但永远清不干净。那另外我讲马英九这件事情，你说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跟民众党有什么关系？没有啦，跟国民党没关系啦，那是马英九基金会里面的关系啦。可是国民党那为什么这么焦虑？选战里面，你看国民党几个立委要选县市首长的，然后包括要选议员的，要什么，很多人都跳出来讲说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基层都已经患了这种的基层集体焦虑症、马英九焦虑症，类似这样，每个都在这样呼喊啊。那当然焦虑啊，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不见得都是国民党员，有很多本来是中间偏蓝的，那些人是受影响受最大的，因为马英九一辈子给人家就是清廉，不接受关说，这是马英九一辈子的信念。但是他发现今天是由赵少康，是由金溥聪，这些以前都是深蓝甚至是中间选民普遍信任度很高的人，他们出来提出这些质疑。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赵少康跟金溥聪为的是什么啊？为的真的是那一叠钱吗？我觉得钱只是法律上一定要办的事情，钱是法律上一定要查。重点是在于马英九他的马习会最后面的这个政治能量由谁来接收？马英九如果真的失智了，这个政习会就变成历史名词了，不是这个马习会变成历史名词了。但是如果马英九在失智之前有一个代言人，然后这个会延续。但是现在看起来，不要等最后马英九前总统家人申请的那个辅助宣告有没有出来？我们以政治上来讲，马前总统现在应该在两岸之间已经没有这样的话语，没有影响力了。对啊，现在就是包括郑丽文，包括萧旭腾，没有影响力。对啊，但是国民党必须要把马英九的影响力要能够转移到某些关键人的身上。还没有转完吗？还没转完呢，还没有转完。最希望转移到的是郑丽文的身上。因为郑丽文目前是除了马英九以外，国民党主席里面真的跟习近平有过台面上的会面的人，所以他必须要转到郑丽文身上。可是国民党真正恐惧的不是马英九这件事，是郑丽文继续待到2028，这是国民党真正恐惧的事情。为什么恐惧这件事？因为郑丽文的言论惊世骇俗啊，真的惊世骇俗。对于那些常年反共，从中国到台湾来的这些深蓝的，始终的反共蓝，你叫他们情何以堪？深蓝的会不挺郑丽文吗？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那6万票，大家不是说大部分是深蓝的，甚或连黄复兴系统都有很多挺啊。他们是认为郑丽文可以带来和平，但是带来和平的方式不是像郑丽文这样子把第一岛链给解除，变成和平什么项链，对。不是是项链了，和平繁荣之恋。和平繁荣之恋，对他们所期盼的说不是这样，他们要的是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啦。深蓝的要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是只要不打仗被统也可以。现在郑丽文就是如此啊，现在就是如此啊，只要不打仗，和平之恋，被统又怎么样？他嘴巴没讲出来，谁不知道他想的是这样？如果郑丽文不是能够接受被统，郑丽文在习近平有什么地位？他还不如林涛了，他连议员都没选过了。林涛还选上议员，地位其实蛮高的呢。是啊，因为郑丽文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又民进党出身，很了解民进党。那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又大获全胜，然后跟黄国昌民众党又这几年又保持这么好的关系。然后他川习这周的政习会回来之后，国民党没有人骂他，完全没有人骂他，表现得很好，连刚刚说要这个取消这个第一岛链，连林涛都支持。这国民党现在有哪一个人讲话
郑丽文讲的话连林涛都支持，你就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国民党的地位，在国民党的地位，在中国的地位，跟民进党还有很多朋友，又民进党出身，又跟民众党很好，哇，这共主啊！没有，不是阿川讲的叫做非常理想，我不说他反串非常理想了哈，你就直接说他反串。我觉得阿川他就是自己大腿，我觉得他没那么天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哦。郑丽文为什么？你看，包含徐小清、罗志强，原则上都是听郑丽文的啦，都听郑丽文的。为什么？这些人以前是马派的。可是那徐小清他们为什么当初要提8000亿？对，那就是表示国民党内部还有讨论嘛。对啊，那讨论完之后，郑丽文定案就定案了嘛。对，那但是我说哈，他们不是真的服郑丽文，因为没得选择。表示国民党内部还有讨论嘛？对啊，那讨论完之后，郑丽文定案就定案了嘛。对，那但是我说哈，他们不是真的服郑丽文，因为没得选择。因为没得选择，他除了挺郑丽文还能挺谁？但将军，你说那个2028这一仗，国民党有很多人担心2028，担心。那担心有什么能担心的？因为一路往下发展，到时候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知道啊。因为最早从卢秀燕大家一直看好。然后后来国民党主席，然后接下来郑丽文当上主席，韩国瑜跟卢秀燕2个人都被大家讨论。然后接下来等到刚讲，包括郑习会，包括所有这些，郑丽文升上来，大家都在讨论，郑丽文也摆进来讨论了，是啊，对不对？是啊，好，那也有讨论讲完，不管这所有人一路发展到，有人说2026这一仗，如果国民党有人担心郑丽文会不会代表2028，然后会对他们造成影响，2026这一仗影响很大，很大，这个输赢影响很大。可是也有人提醒你，国民党又没有什么罢免机制，输赢。难道一定会影响到郑丽文吗？如果按照我以前认识的国民党主席，败选一定下台，是一请辞。但是郑丽文是我们看到的另类国民党主席，他不会下台，他不会下台。就算2026选得不好，他也不会下台。真的，郑丽文不会下台。所以这才是为什么马英九这个事件变成国民党挺正派跟反正派的一个角力。因为你光是用败选，他不下台怎么办？清廉，用清廉。萧旭晨又不是他可是萧旭晨跟郑丽文绑这么紧啊！现在郑丽文直接表态啦，不调整职务，不调整这个业务，就挺到底啊。那如果最后萧旭晨翻车了呢？郑丽文你在政治责任上可以不要负，在清廉上呢，在法律上呢，这是反正派的一个保险，因为2026只要少于14席就输嘛。可是郑丽文不会下台。我之前讲说，如果新北调了郑丽文下台，我现在修正也不会下台。也不会下台，因为郑丽文是非典型的国民党主席。新北不会下，400万人口的大都，为了要重返执政，丢个新北算什么？他会说他要戴罪立功，给他一个机会，他职工2028。那个辞职是最好的逃避方式，只有肩负责任重返执政才是郑丽文最后的目标。不会啦，郑丽文不会，郑丽文如果像这种新北输，他一定下台的啦。不会。不会啦，不会。鸡排吗？要赌鸡排吗？你们不能把国民党成败的责任丢到苏小慧的身上，好不好？这样不对嘛。所以我讲不会下台。然后国民党最大的政治危机在哪里？就是在于郑丽文跟马金之间，真的要斗的不是萧旭晨，是要让郑丽文下台。可郑丽文越不下台，马英九这件事就显得更重要。因为马英九在国民党里面，虽然他现在健康没有那么好了。可是，在国民党里面，他有他一定的号召力。赵少康有他一定的号召力。金溥聪是把这2个的号召力变成执行力的人。所以我才讲，国民党几次的这个所谓的清党都没有成功，这一次会成功吗？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不叫清党，这叫路线之争。到底是要被并吞、被统一，还是要持续走维持现状、中华民国？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是这次他们真的最主要的核心。刚才将军讲到这，范老师，有人讲说这一次马办的马英九基金会这件事情会不会引发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其实从那时候军售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了亲中亲美派会不会，然后到了马办这件事情是延续的一路下来吗？大家各自选边变成这样吗？那这一路往下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说，刚刚讲到，其实这本来跟郑丽文没有关系啊。这本来跟国民党也没有关系啊，就是马英九基金会啊。可是每个国民党的人讲到这个都焦虑到爆，显然他们担心的是
这个只要一路下去，大家都关注在这上面，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就会变成被染上的一块，是他们所不乐见的。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走到他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事啊。3人调查小组的时候，你还能控制，那要不要公布？公布多少？要不要什么什么？到了司法，哪有你可以决定的时候？这件事情当然跟国民党有关系啊。萧旭成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说了，如果要是涉及到什么，他就请辞啊。对，那不管你请不请辞，对。我要讲的是，当上礼拜5这个马英九基金会去告萧旭成跟王光池背信侵占，我觉得那就是已经鱼死网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检调下去查，当然一定会搜索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那萧旭成是党主席啊。副主席啊，太快了，还没当，这里还很稳。我要申请辅助权。他副主席要不要搜索？对不对？这里那个萧旭成、王光池要不要约谈？手机要不要调出来？平板电脑全部把你扣留。我跟你讲啊，那到时候事情就大掉了。那我跟你讲，萧旭成有没有？他不是。你说手机跟平板里面，对啊，不知道有什么？你跟中国的互动，微信，对不对？你们的。今天萧旭成只要敢删一个通话记录，检察官就说你有可能会灭证哦，要不要收押？这很严重哎！你萧旭成你不是立委，你没有保护伞的，你不是像这个我们花莲王一样，还可以不断言会，对不对？你没有保护伞，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一约谈之后，那事情就绝对是就会我们就每天谈不完了因为到时候有些周刊可能又得到什么消息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整个的，那当然对国民党，其实这件事情到上礼拜5马英九基金会去控告，就我觉得是一个最糟糕的处理方式。照理来讲，国民党过去应该有大佬，比如像王金平这种出来卖差，我们这个大家有什么误会，大家解释一下，该道歉的道歉，该鞠躬的鞠躬，该请吃饭，然后自己就结束了。可是现在哪来的大佬？对，现在没大佬嘛。对啊，国民党没大佬，也没有老大，也没有老大，对。然后郑丽文也不想管，因为郑丽文在国民党内，他2005年加入，他其实跟国民党是很疏离的。他当过文传会主委，当过不分区立委，他跟党务，他管不太，他也没能力管，他也没那个分量管，他也不想管。那结果最后就是两边开撕嘛。那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有没有伤？有伤哦。对郑丽文本身有没有伤？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的民调，郑丽文在3月份的时候的信任度是23.9，到4月份是升高到31.5哦。大补完呢，就是这席会以后嘛，整增加了8%呢。可是到了这个月最新的民调又变成23.8，那8%的增加，完全没有了嘛。那郑丽文最近有什么表现？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事情呢，就他的言论啊，对不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哦，这个月是31，上个月33.9，将近34%哦，已经超出误差范围3%哦，表示政协会的确是国民党对郑丽文的红利嘛，可是红利1个月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再闹下去对国民党有没有伤？但有伤啊。那国民党的反感度现在是47%呢，跟好感度相比多了16%。那你刚刚说今天像郑丽文现在要去美国啦，你看连 BBC 除了华尔街这个日报说他要选总统之外 ，BBC 说适宜国民党的立场啊，适宜这个是鼓励演讲的啊，还是布局2028总统选战。那我要讲的是，中国现在真的认为这个郑丽文会当选，因为根据我们当选2028，对他们当然认为，因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政大选研中心是30年来每年都有做民调，台湾最新的民调是去年年底哦，86.1%的人是认为要接受统一的，只有这个7.2%的人是反对统一的，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嘛？不可能吧？我是反过来讲的哦，因为阿川一直反串，我也反串。你们是吓死人了！他可以反串，那是他个人态度，你不能把人家的数字反串的念嘛。我可能会被我的母校告哈。对啊，没有啦，好不好？干正，你不要那个监护宣告一下，7.2%是支持统一的，86.1%是拒绝统一的，其中包含要台独的，有说永远维持现状的，或者是希望再决定，这就是属于不想独的嘛。86.1%，那除非国台办主任宋涛看错民调嘛，他才会认为郑丽文会当选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国台办他们真的还对郑丽文有信心啊？那我只能说他看错民调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的确啊，现在郑丽文的确很有底气啊，这国际媒体都要他出来选他能不选吗？那刚刚那个将军说，如果年底选不好，会不会有中常委叫郑丽文下台？没有啊，记得郑丽文这是带了去美国有谁？这个秦鹏珍，他是中配啊，他是什么中国台企联的副会长鼓吹两岸统一，鼓吹两岸统一，台企联是国台办下面的组织国民党有中常委在这边就监军呐。但他们有解释，他们说他不算正式成员，他是属于他应该就华侨啊，是那个并团呐，并团不管怎样啊，就是赣州就是跟人家合并啊，他不是正式团员，就国民党这一次有正式团员跟非正式团员，对，就国民党出来解释啊，我帮他们讲一下。那我们可以并团吗？对，那谁付钱？应该你中配去还要国民党付钱。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有别人会付钱中侨啦，中国大副价中侨，当然是当然是国民党，不是，一定是他影射说有可能谁付，他就自己付，我就自己付啊。我说国民党不会付啊，因为是并团的嘛。就是说不是国民党应该要付吗？没有了，因为他不是访问团，对，访问团是，但是他不是啊。看起来这个中常委他不是这个主要的成员，他是说，包括有一些立委会飞过去华府自己会合的，或是纽约自己会合，然后这个中常委是自己来并团，他真的是并团的，还可以看起来是并团。以刚才的正式的这个声明里面是这样，所以他上郑丽文的游览车要买车票就对了。不一定啊，有时候并团可以搭一段啊，对，吃饭还要趁一下吃饭还要付饭钱啊，不是啊，那我真的很期待郑丽文跟黄国昌配啦，文昌配啦，文昌帝君嘛，大家考生最喜欢的嘛，对啊，我真的想看看到底台湾人多少人会支持他们的论点，我真的很期待啊，因为这样才好看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情况，郑丽文今天讲说不要第一岛链了嘛，要什么和平繁荣之恋嘛。第一岛链不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画的好不好？第一岛链是美国人画的好不好？有第一岛链，有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嘛。第二岛链是关岛、夏威夷嘛，这是美国人画的。他说他要用热情、温暖融化美国人。对，很好，对。但是我跟你讲，美国人就是会问一件事，我询问你，今天日本的人口比我们台湾多很多，像1亿多，日本的他们的经济规模比台湾大很多啊。可是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还坚持一条对抗中国的道路？你台湾有什么资格说你要去亲中？你当然他郑丽文要说啊，你们美国，你们川普也跟习近平见面，为什么不行？你们也要跟中国这个搞好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行？但做美国来讲，我行不表示你行啊。我美国跟中国是平起平坐啊。你台湾是每天中国要并吞的啊。结果你看，连日本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他都敢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被朝日读卖新闻最新5月20号报道说，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骂2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赖清德。那日本都扛下来了。那你今天你国民党，你郑丽文，你要去跟对岸，那高市算什么？那你今天你国民党，你郑丽文，你要去跟对岸，那高市算什么？所以美国现在就是你看还另外一个谁，因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啊，他也是坚决反中啊。OK， 你看他最近到东京去访问，受到高规格接待。那你看这个菲律宾有没有人亲中的？有啊，他副总统会亲中啊。他这个小艾奎诺啊，不是小杜特地，以前总统的杜特地的女儿嘛，因为菲律宾的总统跟副总统是分开选的，不是搭档选举，所以选出小马可斯是亲美反中的，结果选出副总统是亲中的。他们以为讲啊，我们不要跟中国对抗啊，我们和谐啊，我们不要在南海跟中国碰来碰去啊，也有人这种说法啊。可是小马可斯在坚持他的立场嘛。所以我要讲的是，今天第一岛链，我们的南方菲律宾，我们的上面日本，人家都是采取非常清楚的亲美对抗中国的立场。台湾有什么角度可以首鼠两端？所以这是没有不存在的价值。可是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烧，你说，因为今天晚上郑丽文主席就要赴美访问，中间过程一定都会随时传过来跟谁见面，大家谈了什么，然后呢，大家都会讨论像这一块。但你刚刚说从马英九基金会一路延烧下来，这些事情对选战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刚刚又提到说，对于会不会有文昌配啦，类似像这样一些的讯息，我不知道媒体上有报道。阿川，我先请问一下，黄章这是光晴
他报说黄国昌是不是有在2019年那个时候想要结盟赖清德啦，或者说民党有这样一些讯息吗？没有，没有，完全都没有，不知道说有这一块。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搞不好是黄国昌以前吹牛的，吹牛了，操蛋啊，然后他跟时代力量的人操蛋啊，因为就是黄国昌他在选立委的时候，其实当时赖清德是台南市长嘛，那他台南市长跑到汐止帮黄国昌车扫，当时的黄国昌是时代力量，然后当时民进党的省发会被劝退，全力去支持黄国昌，所以那个过程当然对赖清德总统跟黄国昌来说，这两个在那个时候当然会建立起关系嘛，那建立起关系之后，当然黄国昌在民进党里头啊，很多人都会跟他传来传讯息，当年啊，就是以及民进党的朋友剩加多啦，那这些人当然就他当时传的那讯息基本上都是友善的嘛，可是后来就是不管为什么他就不想要被称为小绿，就觉得说是什么民进党的附庸，他不想，他要走自己的路，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就开始从时代力量就开始切。可是他都忘记，他当时跟大家好的时候是传很多讯息的那但是呢，我知道了就是他如果要跟你分手的时候，他会先传一个讯息给你，说什么？说不要再这样子，不然我们就公事公办。你去跟谁讲，叫他不要这样，不然我们就公事公办。他会传这个信息，他属于这个还有一点道义先给你提起，叫你点。麦克公安的代志，你哪个讲，那我们就公事公办。但是他后来就跟很多人公事公办，所以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譬如说这个他现在去骂了一个人大家就问那个被骂的人说，你看这不是搞你这后尾吗？你不是帮过他吗？你们不是很好吗？他为什么现在反过来骂你啊？然后每一个人都摇头啊，因为就会觉得说，对啊，那雄雄变了，所以今天庄瑞雄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说，这个你问我黄国昌黄国昌变来变去，我也不知道你要讲哪一个时候，因为这个很难这个评论他。那有些人喜欢换口味，换口味，今天去吃咪咪在吃饭啊，张吃肉羹。可是像我们就比较忠于原味啦，黄国昌变来变去。所以下次你看到黄国昌跟郑丽文一起举起来，什么文昌妹都不要怀疑你如果看到黄国昌有一天骂柯文哲，你也不要怀疑就是对他来说，眼前的这一个个人利益比较大。各位记得他上次在新北那个新庄那个市场总部，然后大家说你只会弄3个月，他不是什么初选没过吗？他说我们这里会转型。作为什么民众党什么挺这个蓝白河的这个总部吧，顶礼拜拆掉看板中拆掉，好心帮他俩家无半价，就退啦。那退了，那你之前在讲什么？所以要理解黄国昌，就是起码有人以前跟他传讯息了，起码打电话讲说不要再弄到我，不要讲我，我其实也没有跟他很好。要跟他很好的话，有这可是现在删又很奇怪，还是不要删好了。因为他就是这种人所以你说黄光芹跟他聊天聊过什么，没有人知道那有些所以光芹有时候黄国昌跟你讲的是吹牛的吹牛的但是因为他跟你讲一定有人事实地物，你一定会想说，是你跟我讲的，或者是某一个人听黄国昌吹牛跑来跟光芹讲的，那光芹他都有所本黄芹东西你搞到讲的那至于说这个他们之间怎么节目上这样，今天黄国昌做不道德，一共现在知道大家现在什么大环境不好，对啊，一水光好像没有节目了，没有怎样了，本来已经都没事了你还惹事？对啊，上个礼拜已经说光芹就说他不想讲这件事了嘛，那时候我们也提醒馆长嘛，因为阿冠今嘛是成都嘛，我说阿冠你别乱人今嘛没要去处理代志，你不能去多给代志阿管有那个停2天，礼拜6、礼拜天，在成都就只介绍吃的。我也很认真看他在介绍成都那个怎么吃。你从李正秀开始讲到阿管，你看上瘾了。李正秀现在不好笑现在不要再看。你好现实人家一不是你同事，你马上就。因为我5、6是看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嘛，那礼拜天是看这个阿管。
他点，但因为今天又礼拜一了，礼拜一阿管又恢复直播，所以呢，搞不好黄国昌礼拜六、礼拜天讲那些话以后，又激怒了阿管，阿管又出来讲更多，无法收拾，所以我是觉得打人还被搞黄国昌这兵役，你就要心理准备，他随时有一天如果讲你的坏话，那也是正常的。OK， 那黄国昌今天是怎么回应的？刚才阿川有大概讲一两句，不过让观众朋友听听看他是怎么回应的。来，我想我说过个人的情绪我们都用最大的包容有一些跟客观事实不符合的事情呢，根本没有必要去一一回应我说过啦有个人的情绪，我都用最大的心情去包容。那我也知道大家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日子都不是很好过的。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但任俊现在看起来，黄昌现在因为民众党最近真的多事之秋嘛，包括退党的包括什么，要不就黄国昌要解决这些事情，还有一个蔡壁如在彰化的那个问题，要不就是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要不然就是柯文哲出来解决吧。可是柯文哲感觉起来，对他柯文哲讲说，反正他现在他不在其位了，他什么这些，那现在到底谁要解决这些事啊？这刚刚提到李珍秀嘛，李珍秀痛骂黄国昌，痛骂民众党一些人那民众党的说法也是就个人情绪嘛就给他过了就算了那我很早我就讲，就是说我光晴姐不管再怎么说，黄国昌大概就把他视之为叫李珍秀的重害你讲什么这个人情绪嘛，而且黄国昌都要一副这个雍容大度的样子我很早就说过，我个人觉得那就是个人的情绪我基本上我就不去回应了那有一些不是这个客观事实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不 care 哪些是客观事实，我只想知道那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这些都不值得回应这件事就30秒没有用的话，我刚刚就是完全就是黄国昌刚刚那知道不，我们刚刚都看了听君一席话我们刚刚不看了2遍，不都讲同样的话？他都告诉你这个人情绪我们都尊重嘛那代表什么？民众党没有人要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去碰。其实你后来发现到民众党越来越特别了，你知道吗？它越来越像这个把头埋在这个沙子里面的鸵鸟了。为什么？我只要不回应，只要没看，只要不讲就会当作没发生。你再怎么骂反正总有一天会停到最后可能你不停没关系，就像这个李川对不对？他最后就觉得李珍秀也无聊，你每天开我也不看了。他们现在做法是这样嘛？可是问题就回来，就是说现在谈论的这些人或者谈论的这些事，他其实有很多并不是那种默默无名之辈他有的是比如说像蔡壁如这一种。当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蔡壁如柯文哲旁边是不能没有蔡壁如的。那老实讲刚一开始营述起来是没有蔡壁如在身边，柯文哲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柯文哲也营述这个我在台大医院做急诊室的时候，很多事情蔡壁如去帮我处理就连民众党要搞个政党，那个晚上6、7点突然传出来，就说蔡壁如去登记了这个民众党。张医生还每次都称蔡壁如叫民众党之母。是啊，而且柯文哲还出来讲说，因为大家都说要成立政党到最后搞得一副好像蔡壁如去注意这个。结果后来，当大家开始发现到蔡壁如跟柯文哲似乎没那么亲近，好像有很多话不能够当面说的时候，那时候在台中最经典嘛，柯文哲还跑去台中，结果还有记者说，哎呦，柯文哲还拉着蔡壁如在旁边，还不小心麦克风有收到他们2个在讲话，那你们拉什么不小心刻意营述出来说我们没有心结嘛？结果到现在柯文哲居然说，做人不可以这样来中央党部完了之后就跑出去受访。那你们拉什么不小心刻意营述出来说我们没有心结嘛？结果到现在柯文哲居然说，做人不可以这样来中央党部完了之后就跑出去受访你一天到晚说什么不可以对外放话？你现在蔡壁如也是对外放话。请问一下，政治人物到了高层以后有规定不能通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懂，因为很多政党的呢，到了高层那些宫斗的时候，感觉上是有这条法律因为我查了半天没有这一条。是到某一个层级不可以互相通电话。秘书有把对方的电话都封锁了。OK 那这样我就比较有可能需要有为什么这样？有可能需要有人转接吧？就是帮他过滤一些闲杂人等或无聊的人士嘛但是民众党沟通有这么难吗？蔡壁如不能跟民众党沟通，好，
杨宝珍的那个状况也很特别，因为杨宝珍也说，那我去跟地方党部说，结果他也看起来也去说了嘛，因为他看起来态度也调整了，结果不行。结果今天柯文哲他们怎么说，你知道吗？柯文哲说啊，像蔡壁如这个，对不对啊？你什么东西都你出来放话，什么什么的啊？杨宝珍那个民众党怎么解释？不能够说哦，你想选不给你选，不给你选你就说要退党参选，好像逼的就我们好像就一定要提名你。同样的话一样放在彰化那一席啊。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实讲哦，柯文哲跟黄国昌其实让大家最搞不懂的是，这些东西难道对民众党没有影响吗？光一个马英九的那个基金会，马英九现在还算是前主席哦。光一个弄来弄去，国民党就想尽办法，好吧，我们好歹也不要让这个事情给延烧。但民众党现在的整个的状态变成是，你们怎么骂无所谓，反正你们要离开就走，我也不 care 你们走会不会带走多少人。然后这一些人也讲我永远不会离开，像蔡壁如也是，也很有趣啊。就是说，民众党一面去玩一个两手，说，我们当时跟国民党也没有讲好，就4个县市里面也没有这一个。蔡壁如说不行，我告诉你，我坚持要选，但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脱党参选。然后这件事情呢，所以蔡壁如自己挂一个民众党，我要选，然后党里面所有人都不管，也无所谓，反正他要弄就给他，反正个人情绪嘛，一时来来去去就好了。但问题就回来了，刚刚提到说那个黄国昌是不是有曾经试图要跟赖清德结盟？你如果看他那个光晴姐那个讲法，其实黄国昌在当时是有想法，因为他认为赖清德那个时候跟蔡英文在作为竞争的，2019，我选一边嘛，那选完一边完了之后，更可怕的是，民众党那时候的时代力量里面，其实是也有类似觉得应该可以跟民进党有一些接触的声音，但是被黄国昌拒绝，认为你不能，他真正要凸显出来，其实黄国昌的那个性格的两面，跟他做事的两面，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不是在民众党内也存在嘛？你跟人家讲说你要选举，你应该按照基层的走法走，结果只要黄国昌的人也可以不需要按照基层的走法走啊，这边没选完的话换到那边去，这种双面，其实回到光晴一直在讲的是，我在跟你讨论的，其实在制度上面。跟你的个人的东西其实是2件事情吧。但将军再怎么讲，黄国昌讲说新北那个地方要转成后援会，对，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说到办到啊，我就是要去当后援会啊。但我不知道蓝营，因为川博就说感谢，这不是李书川不是讲了很多遍了吗？他以黄国昌的高度，对，他要全国辅选，对，意思说你不见得要来新北，对，就是说你的高度应该是全国，包含柯文哲不能去的外岛。你还跑外岛，民众党在外岛也有候选人嘛？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在乎，一定要到外岛？因为然后还去抗告说，因为这样影响他去辅选的权利。因为他不是党主席，外岛有提很多人吗？好像就澎湖、金门，对，马祖蓝色眼泪他没有提。黄国昌也可以去辅选啊。对，黄国昌是党主席，对啊，他有辅选的义务。那么柯文哲他台湾都辅选不完了，在国内的本岛都辅选不完，还跑国外，不要了。我觉得柯文哲就乖乖，对，乖乖不要往外岛跑了，不要往外岛跑。那他就是想要出去，想坐飞机了，很久没吃飞机餐了，他想坐飞机，要不然的话那个渡轮也可以，那个从基隆上船坐到这个金门大概要10个小时啊，对，体验一下也蛮好。可是你就不行嘛，那个不是你宪法保障的了，就是你今天是被交保的。然后你说你这样违法人权，我觉得不好了哈。那另外我讲到，现在民众党到底在干什么？现在蔡壁如要出来选彰化，如果今天我是党主席，有什么不好？有一个人自己出钱、自己出力、自己出来拼，那就这样乐观其成啊，有什么不好？我们最喜欢这种党员了。蔡壁如也不是省油的灯呐。蔡壁如他这一次跑到桃园龙潭去干嘛？不是去龙潭大庙吃宵夜，不是。他是知道民众党在那边办共识营，那民众党为什么挑在桃园办共识营？因为桃园民众党快疯了，主委跑了，主任跑了，参选人跑了啊，然后跑去哪里？跑到处跑 ，OK， 到处跑。那有喝酒不给钱的，有给了钱的不甘愿的，说会倒霉，反正就乱成一团呢。那叫外框外框。我们透过上公的解释了解到，那叫外框。上公是听陈东豪讲。陈东豪，虽然事发地点在本人的选区，可是本人的服务没有到那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还知道下面卖电脑了，你还说
基层经营不够踏实，对，所以他那一块他不知道。我坦言而言，这一块我没有服务到我没有服务到，因为我觉得这个服务到这么选区也在那里，对我们同一选区啊，服务到那么深，两个都没有服务到这一块，我们都没有服务到，林刚你也没服务到这块，没有，应该没有的。我猜将军应该是经过复兴那边有看到卖电脑，有卖电脑的啦，楼下关注一些 AI 一些电脑的，楼下还有一个卖润饼很好吃，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我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蔡壁如是小白兔吗？不是，他要去龙潭，你认为他真的要见柯文哲，他会见不到吗？我不认为。OK， 柯文哲什么时候到？以蔡壁如在民众党里面的人脉，问一下就知道。OK， 他是故意碰不到。为什么要故意碰不到呢？他故意碰不到要制造几件事，就是我有去啊，是你们不见我啊，我有去啊，是你们不听我啊，就是因为黄国昌一直说按照程序嘛。按照规定嘛，一切按程序交给选举会嘛。蔡壁如说：“我去啦，你这一套官僚的太极拳对我蔡壁如无效。”因为他如果跟柯文哲那直接面对面的话，就什么戏都没有了。对，就没戏啦，就没戏啦。然后如果在那个黄国昌再来一个公开直播，不就完了吗？所以他就故意要去，然后故意见不到，然后故意在楼底下受访。所以柯文哲会这么生气。柯文哲说：“啊，你就来就好。”柯文哲也很清楚，柯文哲也不想见他。蔡壁如也不想见他，就是隔空继续放话。那我讲那黄国昌现在这个做法是为什么会让民众党这么多人跑掉？因为黄国昌的做法就是集体排外。我绕一群人金钗，全部把跟我黄国昌无关，全部排除在外。然后难道你说那柯文哲会不会有意见？那都柯文哲的人蔡壁如不是柯文哲的人吗？他不会有意见。对，柯文哲不能有意见。因为柯文哲现在他需要黄国昌搭舞台给他。那柯文哲出来真的是浮选吗？我觉得不是，是散心。对啊，可是这整件事情，你看未来民众党到底在这次选战里面蓝白合之下，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林涛简单问一下，蓝白合会不会受影响？不会。白银最近这些状况，还是你们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更好？已经没有影响。不会，我觉得不会影响。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说，就是为什么？这个但台湾民众党是他自己的运作，只是我觉得他们在党庄好像一个党团也好，党庄有一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喜欢谁不喜欢谁。好，比如说现在的杨宝珍，然后呢，之前的李珍秀，明明党团的主任应该是帮他处理一些文字的，然后呢，现在看起来说蔡壁如的这个直播下面留言是柯文哲主席自己留的，我也不认为可能是真的啦。好，而且 B 还写错，就是说到底谁一直在。人已经够辛苦，谁一直在砍杀，谁一直在排挤谁，这是我最大的疑惑。该不会是陈世汉吧？这个我就不晓得，但是我觉得感受那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那边搞破坏，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一次你说柯主席在爆料说，以前7.0说要这个合作内容我们是不知道，可是我们也知道过去6点协议是谁撕毁的。柯主席在爆料说，以前7.0说要这个合作内容我们是不知道，可是我们也知道过去6点协议是谁撕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用再提，应该是往前走。那往前走的过程中，就是感受到大家在也已经很努力在整合蓝白，应该是往一个坦途哦。真的不要再一天到晚就是说谁杀谁，然后谁去影响到这个合作的一个氛围。OK， 但换一个人讲，选战最重要每一次地方大选最重要2个地方。台北、新北大概都是重中之重，因为也是媒体焦点啦。当然，对很多阵营，大家每个地方当然都重要，但这个没有办法，它一定就是媒体焦点、关爱的眼神。尤其台北，你说像沈伯洋出来以后，我不知道慧珍，那当晴姐讲说，如果沈伯洋当选要捐100万给是给社会局嘛，对不对？然后沈伯洋打成水棍上，一路这样，这个议题往下发酵。我看晴姐还有出来解释，她为什么要讲这些，可以起2大作用或者怎么样。这个议题往下的话，到底哪一边会占到好处？因为我觉得啊，现在看起来沈伯洋应该这样说，他在临场反应上跟他接受媒体的表现，大家会认为说，好像他对于市政或者是说对台北市的一些像什么细致啊这些，感觉上没有那么陌生。所以有人就说，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好。你不会真的认为蒋万安在看稿吧？因为绿营这2天一天到晚说他在看稿。
他不会只要看搞不，他市政已经快4年了。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一个语句，他的一致性哦，现在你问我的一致性，跟上一次他讲这个议题的一致性，竟然是高达98%，就会让人家会难。就接又有人说。因为吴佩益不是就有在讲嘛，就是他问蒋万安，就后来发现其实好像是英伟在后面打字啊，甚至可能还没打出来，所以蒋万安前面很大的那个 iPad 就还没有字出来，所以蒋万安就会愣住，所以他就会直接讲说英伟你打快一点然后就他们后来就开玩笑说这个叫英伟达啦哈。这个英伟回来打啦啊，刚好搭上今天 NVIDIA 的这个，因为在中国他们是称呼 NVIDIA 是英伟达。我觉得这样讲好了。蒋万安对我来讲，他有几次比较扣分的，是在那个黄仁勋，他送他一支钥匙，那黄仁勋就很开，对 ，Where is the door？ 对，那你其实你可以就回他说，我们一起建嘛，哈，我们可以一起携手来建。或者是你怎么讲都讲Golden Door in our dream 什么，我们可以那个 make it come true 什么，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可是他就有一点他这样子，就是他在还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有人跌倒，阿嬷跌倒还是什么，然后他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我觉得现在他蒋万安的比较大的弱点是他在面对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丢毒。或者是不知所措的状况。可是你说像今天股市大家都在讲辉达，对，然后辉达那黄仁勋来只要讲一个后面背板多少，大家都在看，然后大家都在讲说，反正就巴不得都能够直接那个涨停板的那种感觉。那蒋万安就一直告诉你，辉达他只要搭着一个辉达线，那就是正绩啊，就是这样。所以台股你说怎么样发展，他也搭上了这一波，会不会？我觉得辉达跟这一波跟他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就上次我们讲过，他本来是中乐透，差点这一张票都要掉了。那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说，他没有出太大的 trouble，所以他本来就有一定的基期在。那辉达的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股市状况都很好嘛，那所以他当然现在就是绿营有在攻防，就问什么电力的问题，什么电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小打小闹啦，没有真正，反而是针对于，我觉得如果说绿营在攻防上，反而是针对蒋万安他的真的。就今天有人开玩笑说他是 AI agent 嘛，就是感觉上不是那么活，没有那么灵活，或者是你没有展现出你对市政的熟稔度啦，好像感觉上都是要有人后面给你功力靠他抖，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扣分。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黄仁勋说台湾还有未来黄金10年，可能成长比现在不止10倍。我讲一次，黄仁勋说的，不是我说的哦，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可是他讲这个，就对很多人，对台股甚或对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今天黄仁勋，我个人认为，在他整个的一个发表会上，最重要是让这个 AI 落地。就是我们已经不再只是想象，而且第二件事情，我们的很多人会认为，AI 卡搞嘛，些工程师的代志，大公司你在赢啦，来尾要赢啊。可是他现在，他甚至比如说，他就直接告诉你，他这个 RTX Spark 这个个人的电脑，这是大概是黄仁勋成立这么多，他们的 NVIDIA 成立这么久以来，他以前是卖显卡的，第一次是真的去设计这个电脑，跟台积电啊、联发科真的去设计的电脑，而且他今天在发表会上有展现出说，您可能就给他几个指令，我希望我的房子怎样，我希望我喜欢的色调是什么什么，结果他就完全就把你的想象中给弄出来了。那其实他，比如对我来讲，我是调查记者，那像我就觉得这个电脑对我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就会去下个指令，请把过去这20年所有的立法委员、市议员他们的收入跟支出整理成一个表格给我，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王一川为什么他的收入明明只有4000万，结果他买了4亿的房子，应该是我不是力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如果可以，因为这个对我们这种调查记者来讲，你要爬出那个资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有个 AI， 你直接弄进去的话，我觉得它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它今天的这一个。
光是这个电脑这部分，你就会觉得它有很多的无限想象。那它当然会带动它后面的一个供应链。但还有什么？还有提到它那个自驾车的部分。哇，那个自驾车，你按照它这样子这个发表状况，哇，你真的是它可以一直在跟你讲说前面右前方什么什么，哦，那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从我不是很会开车的，我都可以安心上路了。上路是指坐在车上，坐车上，我是指坐车上。我有发现，我没有要上路，休想让我上路，我会坚守到最后一刻。对，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我要给你那个宣告你的那个啦，什么监护宣告，我告诉你，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真的有办法让这一个 AI 的世界生活，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什么 Nemo True 3，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比如说一家医美公司，他把它买回去之后。他可以一些参数进去，比如说我以前是他的客人，他就可以告诉我说，比如我想隆鼻，我只要多少高度，就不用真的打了，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模拟出来。我觉得它的很多的功用。你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吗？应该是你当然不需要啊，对啊，对，你为什么要拿自己来比？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怕他讲说我需要的是其他地方，不是鼻子之类的。没有，那这样我们两个是需要植发了，我跟阿川了。你两个需要植发。OK。所以像多一点的话，可以，应该没有差太多啦。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一个会让人家有很多的想象是。这个 AI 已经不是在讲，而是真正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OK， 但好，来阿川、林涛两位，请问一下，台北这一仗，第一个，秦姐讲的那100万捐款，在各自阵营会怎么发酵？第二个，刚才讲到辉达跟台北市政，蒋万最近包括连李四川都一直在打这一块，然后蒋万甚至讲说要跟辉达合作那个优化文湖线到2036啊，所有这些，阿川是交通出身的，来这两个你怎么看？来，这两个你怎么看？不是这个秦惠珠议员讲那个不重要了没人会为着那100万都变选举啦。因为秦惠珠讲说进来邮票因为秦惠珠讲那不会啊，那个几天就没了。那第二个就是辉达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啦，他也没有处理捷运的部门啦，他从来没做过这个生意啦。那它里头的强项当然有一块叫做数位双生、数位孪生啊，虚实整合。高雄现在弄，它就是把那个车站做3D 的建模包括车子。但是处理文湖线，如果跟全世界讲说辉达要来处理文湖线的拥挤要花10年的话，这句话是在把辉达闹亏啊。这么大的公司处理一个文湖线处理10年，是对还对？就说有办法处理文湖线的公司。都已经处理了啦，因为文湖线的关键都不是那一些设计的。那为什么要讲？蒋万要讲这？不是，他就是把它扯上辉达，好像辉达，因为辉达看起来就很高档了，很高级，然后很厉害，但是文湖线的事情不是这样，文湖线是当时最早一开始就设定它是中运量嘛，那车厢就很小嘛，车站的设计也只能让那个2、3节的车子在那里停，没办法加车厢嘛，所以它的关键都不是去改变任何车站啊，没有按你说那可不可以把他们的间距拉短一点？那拉短一点要有人决定嘛，就是车子跟车子之间的距。譬如说现在假设3分钟来一班，你敢不敢30秒来一班啊？就那一台开走，马上一台进来啊。那这个要有勇气啊。那这个当然可以做模拟啦，可是这个都不是辉达的强项。不是辉达强项。所以如果辉达硬要成立这样的一个部门，也浪费了，因为辉达很大的公司。所以他去扯这个辉达，当然就听起来比较高档，可是实务上啊，辉达没接这个 case 啦，辉达最多给一些 consultant 给他一些建议而已，实际上要去做这个改善，台北捷运公司就一直在改善了啦，然后能够用的交通顾问公司也都用了啦，这个已经走到没办法处理文湖线的事情了啦，所以你说要辉达进场处理这个，花10年。辉达如果这个听到就说处理这个要10年，全世界就会笑辉达。那请问一下，现在蓝营在攻沈伯洋的人设的问题，在讲到说那个包括买
他买特斯拉，可是他存款大概什么18万，可是他玩手游，然后那个氪金就几十万，然后还在装穷，蓝营有人刻意要攻这个，你觉得呢？不是，他是说他的存款曾经一度到18万。好，那他因为最近要选举第一桶金来，他就是还没开始募款嘛，所以他只好自己先去领钱，去领出来，因为现在开始选举就开始要花钱了嘛。那他就自己去领钱，那当然现在开始募款，钱就慢慢进来了嘛。那你硬要去说他现在18万，他说他曾经到18万，那你说他玩手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玩的东西嘛。有的人喜欢玩手表，喜欢玩车嘛。有的人，譬如说像我左边这位女士，她可能喜欢一些她认为好重要的东西嘛。好好说话。我没有继续讲下去啊。就每个人有每个人在乎的事情，即使你出国去，你要买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去逛百货公司，每个人逛的楼层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在上节目，每个人手机在看的都不一样。好，我也看过哦，你在看那个哦，你在看那个，每个人关心的不一样了。那沈伯洋他就是以前觉得手游好玩嘛，手游就要买很多东西嘛，氪金。像我就觉得买那个很无聊，所以我都不会玩手游。我就觉得买手游开个爸几星期被这边冲下，但是有在玩的人觉得这个很赞嘛。所以这每个人的兴趣啦，所以你说他也不是一次花几十万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啊，不得给了个手游为了通关，然后花几十万去买，然后让自己能够升级到哪一关去？你好像骂到很多人呢。要买宝，不是啦，你就要用力打到过关啊，那买一大堆装备，然后自己装作自己很厉害，比较快啊。好，那我没意见，所以我才觉得。个人觉得像玩手游，我是没有兴趣的。但林涛那个跟手游的这一块对沈伯洋会伤吗？然后绿营在打蒋万安最近都在讲说都照着搞，然后刚才那个慧珍讲，连英伟在后面有没有英伟达这些对蒋万安的人设会有影响吗？对，五哥，其实 NVIDIA 讲到这个沈伯洋哦，其实我看到很多最近民进党因为 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跟这个蒋万安市长走比较近，因为形象很正面，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啊，哎呀。这个交通文湖线啊，辉达又不熟，干嘛做呢？那个周玉蔻出来质疑黄仁勋为什么要讲 maybe， 这样子不就是对我们的质疑吗？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跟这个蒋万安市长走比较近，因为形象很正面，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啊，哎呀。这个交通文湖线啊，辉达又不熟，干嘛做呢？那个周玉蔻出来质疑黄仁勋为什么要讲 maybe， 这样子不就是对我们的质疑吗？然后电力啊，接着讲说，那个变电所都在炒这些枝微末节，完全不了解台湾人现在对于 AI 基础建设跟应用的想象跟喜欢。这是第一个。回过来讲沈伯洋哦。其实不管是慧珍姐啊，还是说这个范老师，他们喜欢任何一个东西都很好。有人喜欢车，有人喜欢手表，有人喜欢包包。但慧珍姐的包包可能刚才她讲不贵啦，所以代表她就是说每一个人有喜欢的东西 OK。我喜欢台积电，对，还有台达电。没有，我意思说大家喜欢什么都 OK， 连你玩手游要氪金也 OK， 因为很多人氪金嘛，包括最近大家看皮克米也是玩得很热烈啊，都 OK。可重点来了。为什么你要刻意创造一个自己装穷的形象，然后再被攻击？你觉得他有装穷？看起来啊，因为沈伯洋就讲说，哎呀，我这个要选台北市长，可是我的存款只有18万，我还要赶快去借200万，然后呢，我到最后才被发现，你开特斯拉旧换新方案啦，我帮他讲然后呢，也有买台积电啦，800多块买的，然后呢，你氪金数十万，然后现在他竟然出来回答什么呢？没有啊，数十万除以12不多啊。台积电除以12，大家也可能每个月抽一中，对，还是很多。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竟然回答是说，什么东西除以12就可以？我觉得现在沈伯洋，包括民进党里面讲的是说，你玩手游氪金都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东西赶快去买，很棒棒。但是重点是你干嘛装穷？其实过去陈时中到这次的沈伯洋，民进党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台北市民不会因为你装穷而投给你。而是如果你有提出台北市的愿景，他会投给你。然后呢，你如果做自己很自然，人家会投给你。你如果一直包装人设在破灭，大家不会投给你。其实民进党要注意的是这个。那蒋万安的那个讲稿的事情呢，对他会有影响？其实没有，其实我了解蒋万安，因为蒋万安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
就算最近有人在讲说，蒋市长为什么你在很多的高中的毕业典礼讲一样的？因为其实他准备好想要表达现在的时代是怎么样，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这些内容在里面。所以不是说今天谁在后面跟他讲什么，不是，而是说其实蒋万安现在心中最大的就是台北市 AI 的愿景，还有产业的愿景。OK， 范老师要回应吗？我觉得刚才林涛说，民进党都在强调无人机，不想要 AI， 没有啊，因为 AI 本来台湾已经成型了嘛，所以。国民党常骂说，你看你民进党里面就只有半导体是护国神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发展无人机是另外一个护国神山？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民进党只谈无人机不谈 AI， 在台湾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我要讲的是沈伯洋，因为他本来是养工，大家以前本来不看好他啦，因为他就是像一个学者嘛，头发又卷卷的，想不到他这个口才跟蒋万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他在补习班教过6年的刑法，你要知道在补习班教书不简单呢，除了收入比较好之外，你口才要辩捷，而且要帮学生刮重点啊，而且那个成果是立刻就看得到。例如说高普考，例如说研究所，就是你考文不好，你明年就没有聘书了。所以沈伯洋的反应是很快，逻辑很清楚。那相对于蒋万安，主要靠就贝多芬贝多芬就背了很多分，就感觉是差距很大。而这我觉得沈伯洋为什么黄伟汉会说沈伯洋会拿到40%的选票，50万票，将近50万票然后民进党在台北市25席会全上，我觉得这讲的也是不无道理。为什么？因为阿扁那个时候是当台北市长选举，那个时候是台北市最强的，他拿到多少票？他拿到68万票。那我们看到2002年李议员那是最差的，是拿了48万票，两个加起来除以。就将近是58万票嘛，所以他讲50万票差不多嘛。而且当时阿扁拿到是45%的选票，李议员拿到35%，加起来就是8除以2就是40嘛。所以我觉得黄伟汉讲的是有根据的。OK， 好，那因此40%，我认为这个是沈伯洋可以召唤基本盘。但是有没有可能更多，就要看他接下来的表现。OK， 台北市这一仗一定是大家瞩目的一个重点，因为它会不会产生外溢的一些的效应。然后除了从这个以外，今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美国去出访，然后中间的过程会有什么样一些政治的效应，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马英九基金会，那接下来呢进入了司法以后会侦办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